听西片，得令无能，看来我必须出山。师傅无能，看来我必须亲自出山。公元321年，横扫豫州，打得石勒开关求和的祖逖病逝于北伐前线。由此为止，晋书中合为一卷的刘琨、祖逖及文姬起武二人组，最终还是没能够挽救晋家江山。仅仅1年之后，322年，江南东晋朝廷的大将军王敦悍然发动了所谓的第一次清君侧之战。东晋朝廷力求自保，开始放弃北方的战略反攻，全面收缩战线。中国人历来讲究时势，祖逖的去世和王敦的作乱，让截胡首领石勒敏锐地把握了战机。王敦之乱前后，石勒趁机向东吞并齐鲁，向北横跨幽燕，向南一直扩张到淮河，西面威逼帝国旧都洛阳，大有进军关中的打算。至此，前赵后赵的矛盾终于迎来了正面冲突，北方2个强大胡国之间的终极决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公元324年，东晋泰宁2年春正月，东晋大将军王敦在江南动了起来。他开始设计诛杀如周札这样的地方武装，王敦之乱即将有爆发趋势。江南朝廷面临巨大危机的关键时刻，在北方，后赵石勒也开始了一系列动作，目的就是趁东晋无暇北顾之时，解决北方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南方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北方的石勒抢先出手，率先对同一生态位的前赵发动进攻。一方面，他命令石瞻南下进攻刘民军，把战线拓展至徐州的下邳、彭城、东海国一带，逼迫刘民军退出徐州地区，确保后方安全。另外一方面，又命令司州刺史石生进攻河南洛阳的新安县，准备夺取洛阳这个既有军事战略意义又有巨大政治意义的帝国旧都。后赵毫无征兆的突然动手，让前赵措手不及。前赵部署本地的长官河南太守尹平被石生的部队临阵斩杀，石生收缴河南新安地带人口、物资、牛马，掳掠人口5000户而归。新安之战是石勒挑起的2赵争霸的第一战，从此之后，前赵后赵之间的战争便开始日益频繁起来。尝到甜头的石勒乘胜追击，要求石生继续扩大战果，开始对洛阳周边的一些郡县展开进攻，而这些地区却大都在晋朝将领的控制之下。李举、郭沫、郭颂等人是永嘉之乱洛阳沦陷之后没有或者说不愿意逃亡江南的地方五堡主，他们早年间或是朝廷命官，或是地方豪强，有的人是刘琨部属于此地，有的人则是由晋闵帝任命。但无论派系如何，靠山如何，如今的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民族英雄。这些孤悬于东晋北岸的人，除了朝廷的懿旨文书，几乎没有任何资助。但就是这样艰苦的情况，他们也曾对匈奴前赵和截胡后赵反复作战，甚至打出了光复首都洛阳的骄傲战绩。当初正是由于他们死死盯在黄河两岸，因此祖逖的北伐部队推进至河南的时候，才能够与李举等人形成合力，通力合作，共同打击前赵后赵，打得石勒不敢挥兵河南。洛阳在永嘉之乱的时候被匈奴的汉赵政权攻破，因此一直以来都算是前赵的势力范围。而李举、郭沫等人为了克服旧都，曾经反反复复与前赵拉锯。尽管洛阳几度易手，但匈奴人自始至终都没能够完全掌控洛阳。在洛阳周边的郡县，大多也都是晋朝的将领掌握着。时至今日，洛阳周围的势力犬牙交错，既有前赵匈奴人的部队，也有东晋李举、郭沫等地方武装部队，又有强硬参与进来的后赵石生的势力，三方之间的大战就汇集于洛阳，一场改变格局的战斗即将爆发。后赵石生接到石勒的命令，继续进攻洛阳周围的一些关键要塞，例如许昌、颍川等地。一开始，石生的攻略比较顺利，颍川、许昌被顺利拿下，石生俘获人口上万人，开拓黄河南岸战场，形成合围洛阳之势。但是李举的外甥郭颂等晋朝将领马上就要给石生传授一点人生的经验了。
当石生的部队进攻到禹州一带的时候，遭遇了我晋将领郭颂的迎头痛击。石生大败之下，迅速退兵，逃往至禹州境内的康城，一座屋堡小城内，坚固自守。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往些时候，前赵后赵都深陷于各种各样的战事之中，各自政权的心腹之患都远远大于进攻洛阳这个界选之急。但如今后赵基本已经完成了对华北地区的消化，石勒也已经下定了战略决心，要趁江南内乱之时解决洛阳问题。于是，在石生战败之后，石勒便开始调动其他部队支援洛阳战场。后赵的集郡内史石聪急速增援石生，与石生形成合力反攻李举、郭沫等人。10年以来，李举、郭沫的部队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之下，面临前赵后赵的两面夹击，早已经是筋疲力尽。最终，在这场后赵准备充足的战斗之下，西晋武装大败，退出战场。石生得以进屯洛阳，并逐渐扫荡周围郡县。为了保存实力，李举、郭沫等人最终不得已向前赵匈奴人投降。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他们想做的无非只是期望换来匈奴人的援兵，击退石勒。有了晋朝李举、郭沫的支持，前赵政权也对洛阳的战斗表现出高度重视。前赵开始正式支援洛阳会战，并发2路大军直扑洛阳，准备与李举、郭沫会合。由此，战争正式升级，前后赵历史性的大碰撞开始了。前赵刘耀的战略安排是这样的：北路军由黄土高原南下，围攻孟津，另一支部队从长安出发，沿着黄河赶赴洛阳。南北2路大军共同支援洛阳战场，与当地的李举、郭沫等人配合，对洛阳周围的后赵军队形成合围之势。但其实吧，前赵与后赵的战斗早就开启了。前赵的北路军是在黄土高原刚战斗完的中山王刘越的部队。刘越为什么要先去滨州呢？关于这一点，还是要小小的得罪一下石勒先生。石勒派遣石生、石聪主动挑起洛阳周边的战斗之后，又来了神之一手，派遣石佗进攻陕西北部的羌人地盘。在这里盘踞的羌人彭巨楚早就依附了前赵，因此在这儿算是前赵的势力范围。石勒的如意算盘与洛阳会战如出一辙，想趁着前赵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洛阳这个空当，顺势在黄土高原上扩张领土。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四处扩张地盘的打算是石勒打的如意算盘，也可以说是石勒称赵王之后整个后赵的战略意图。而已经完成封建化的后赵政权，其部队的战斗力确实不知道比一般的胡人教高到哪里去了。石佗从雁门关出发，大破羌人部队，俘获人口3000落，牛马羊上百万头，打了个大胜仗，完美实现了石勒的战略目的，准备高高兴兴地班师回朝。然而前赵朝廷收到消息之后表示非常愤怒，刘耀紧急派遣中山王刘越从仇池出发，一路急行军直插石佗的回军路线。而刘耀也亲率大军前往富平，为刘越声援，以及随时准备参与战斗。石佗没想到前赵行动如此迅速，也没想到刘耀竟然会如此重视，大动肝火的亲自前来。结果就是刘越部队在河滨追上石佗，双方随即展开。石佗的军队猝不及防，遭遇重大失败，石佗本人被杀，甲士1500名死于战场，其余5000多后赵军被赶入黄河中淹死。石佗缴获的人口牛马全部被前赵截获。解决完石佗之后，刘越又接到刘耀的命令，称后赵在洛阳周围要有大的动作，命令他的部队火速开拔，乘兵锋正盛，南下过黄河，参与在洛阳对后赵的战斗。于是刘越的军队组成了新安之战的北路军，他率领甲士15000人一路南下，直趋孟津。抵达洛阳城外围之后，刘越随即迅速发动猛烈进攻。孟津、石梁2个被后赵经营多年的关键要塞全部被刘越攻下，后赵石生的部队战败，被刘越斩首5000余人。伤筋动骨之下，石生只能把兵力全部收缩于金庸城，以城固守。金庸城大家可谓都不陌生，八王之乱的时候，政治斗争失败的操盘手们大多都有在金庸城在此一游。武帝皇后杨芷、惠帝皇后贾南风、闽怀太子司马昱、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懿等等，这些人有的在这儿幽禁，有的在这儿被镇杀。只是那些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这帝王家的冷宫居然有一天会成为2个异族战斗的战场。与此同时，刘耀的另外一支部队也从西面也赶到了战场。镇东将军呼延谟自渑池到达洛阳，即将与晋朝将领李举、郭沫等人会合。
一旦形成合力，刚刚龟缩于金庸城的后赵十生恐怕难逃覆灭。有一说一，单论军事层面，匈奴人的水平还是在线的。无论是刘耀对待战事的反应，还是匈奴人各自麾下的调度配合，都有军事小强国的影子。按照正常脉络发展，被刘越、呼延灼、李举、郭沫三面包围的石生，很有可能就会在洛阳被彻底吞并，成为前赵和晋朝合力消灭的一伙泥糊。但就在前赵部署的大口袋即将彻底吞没石生之前，战场上突然迎来惊天变化，一个不速之客率领4万大军到达战场，他就是后赵中山公石虎。石虎毕竟是16国前期名将守门员，想成为名将必须先打得过石虎，而想打得过石虎却又谈何容易呢？石虎率精兵突然出现在城高关，迫使刘越不得不先放下金庸城的石生，转而应对石虎。石虎有4万人，刘越有15000人。这场战斗的结果并不意外，石虎一战击溃刘越大军，刘越本人战场负伤，不仅彻底解除了对石生的包围，甚至竟然陷入到石虎的反包围当中。万分危急之下，刘越只能全线撤退，退守到刚刚拿下的石梁要塞。而石虎并不对石梁城里的刘越有所留恋，他命令后赵军队围着石越所部，在外面一层一层的建营寨、竖栅栏、挖战壕，打算持久战，直接饿死刘越所部。刘越的部队在这种境地之下，只能杀战马充饥。部署完毕之后，石虎旋即调转枪头，再次出击，迎击前赵镇东将军呼延灼。你可以说石虎没有人性，可以说他不懂治国，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大畜生，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对石虎的军事能力表示认可。截胡军团如清风扫落叶般横扫战场，这场战斗以前赵主帅呼延灼战死沙场，该路大军直接原地崩溃而告终。所谓匈奴人辛辛苦苦对石生形成的包围圈，在石虎的攻势下轻松化解了。长安那边，刘耀大为惊骇。刘耀和石勒都知道，在东晋无力反攻北方的大背景之下，前赵后赵之间必然会有一场争夺霸主地位的终极之战。但是刘耀没想到，这场战斗来得如此突然，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原本只是石勒夺取新安县的新安之战，已经在一轮轮的添油战术下上升到了战役级别。事已至此，接到消息的刘耀不得不开启自己的经典曲目亲征。毕竟刘耀不上前线，恐怕没人能解救当前的局面。他火速集结大军，星夜奔赴洛阳战场。而另一方面，石虎听说刘耀亲自前来，也是高度重视，亲自点兵3万人往函谷关开进。当石虎的部队刚出发没多久，到达新安县东的巴特坂的时候，前锋部队便与刘耀前来支援的大军遭遇了。双方突然遭遇，刘耀又是一肚子气，旋即命令部队出击。前赵的前军将军刘黑大破石虎的前锋部队，石虎好汉不吃眼前亏，避其锋芒，回师撤军，让出通道。刘耀由此长驱直入，顺利进驻洛阳。他的大军驻扎在金谷原。金谷原又是一个遥远而熟悉的名字。30年前，天下无事，海内一统，歌舞升平的大晋首都洛阳里，金谷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它是整个帝国最繁华的焦点之一。那里有天下巨富石崇，有皇亲国戚贾密，有海内扬名的大才子潘安左思，有大汉宗亲刘琨、刘虞兄弟，有东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陆基、陆云兄弟。那里有举不完的歌舞宴会，饮不完的珍馐美酒，有见不完的大人物，讲不尽的荣华富贵。刘耀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洛阳做人质，身为贵族的他对金谷原一定不会陌生。但如今看着眼前金谷原中残破凋敝、一片衰败的景象，不知道刘耀会不会为自己当年执意放火焚毁洛阳而感到有些许的悔意呢？话说回来，已经进驻金谷的刘耀与被包围在石梁的刘越，本来马上就可以形成两面夹击，把石虎包了饺子。但就在这个时候，五胡16国精品菜系之怪力乱神的事件又发生了。当天夜里，驻扎在金谷的刘耀大军无故夜惊，将领士兵无缘无故惊骇一场，以至于互相残杀，马嘶人逃，全军大乱，部队原地崩溃了。夜惊这种事儿，谁都感觉有点蹊跷，但是又非常常见。如果这种事儿搁到两汉，两汉的太尉丞相周亚夫先生会说：夜惊多大点事儿啊，好好睡觉就行了。
部队一会儿就会自己安定下来了。东汉的大将军大司马吴汉先生会说：“我同意周亚夫先生刚才的发言，因为我也是靠睡觉搞定的夜惊。”如果到了三国时代，或许会有一位叫做张辽的中军大将，光着膀子走出营房，要求大家务必待在原地不动，然后搬把椅子带着亲兵坐在营地中央，用个人强大的威势震慑住部队，使得动乱渐渐平息。但刘耀的知识水平显然还需要加强学习一个，他不能制止士兵们的惊骇，无奈之下只能命令部队转移，收拾行囊，退守至渑池驻扎。本以为退军之后能够缓一口气，没想到刚刚在渑池站稳，到了半夜，部队再次无故夜惊，军中又乱，秩序再次崩溃。在士兵无缘无故大逃亡的境地之下，刘耀驰援洛阳的这场战斗不战自败，他只能无可奈何又心灰意懒地退回长安，任由包围在石梁的中山王刘越被石虎残忍地消灭。夜惊是怎么产生的呢？原因有很多，而且往往都是小的偶然因素，可能是马厩里的战马突然间的一声嚎叫，也可能是厨房里一次不大不小的火情，又或者是哨岗发现的一小股敌军的骚扰。总之，在一个全员高度紧张、你死我活的状态下，再小的事情都有可能像湖中心的波纹一样蔓延开来，最终形成惊涛骇浪。其实，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部队，夜惊是可以被有效处理的。前面所说的周亚夫、吴汉、张辽都是这种情况。第一次洛阳会战以前赵大败、中山王刘越被消灭而告终。经过此次大败，刘耀可谓是备受夹击，他为刘越及被害的将士发丧，身着素服，在城郊外哭祭阵亡将士的英灵，大哭7日之后，刘耀情深伤身，病倒在长安。而另外一方面，坚持保卫首都、保卫家乡的李举、郭沫、郭颂等人，本来想要借助投降前赵对抗石勒，结果却是在用尽办法之下，遭遇了和刘琨、祖逖一样的困境，力至双穷，无力回天。最终，这些大金的硬骨头们无奈地接受了现实。郭沫沿着当年祖逖走过的路，一路南下，回归了江南东晋朝廷。李举本也想着带着部众南下，但他眼见着战败之后，麾下将士投奔截胡后赵，最终抑郁之下含恨而终，病死在半路上。此战之后，石勒的后赵政权顺利拿下司隶、豫州、徐州、兖州等地区，后赵的国土再次大大扩张，一直扩张到淮河流域，与东晋的流民武装势力范围正面接壤。